你再耽误下去，整个舒家都要被你连累。快走！我不去，那丁北侯府小侯爷可是街上有名的纨绔。姐，还用得着你来挑三拣四？苏锦绣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只不过是你那个下贱的娘捡回来的野种。我们苏家养育了你这么多年，现在正是你报答养育之恩的时候，替婉儿嫁给小侯爷。我不是野种，犟嘴！哎呀，婉儿，娘，是他不会真死了吧？美食的真谛在于用心。你嫁。这是穿越了，这是穿越了。哎，没死就给我趴起来！哎，苏锦绣，别以为你假装受伤就能躲得了替嫁这门差事。今天你就算断了一条腿，也得给我爬着上了那台轿子。原来是这样的女人，平日里仗着自己得宠，就这么欺辱一个善良又丧母的女人。苏锦绣，这一笔账我替你补回来。野种，这一棍打得你们认主归宗。反了！报恩，我这个人最喜欢恩将仇报。就是一个挡灾的小贱蹄子吧！定北小侯爷，那个只会花天酒地的废物，迟早要把你卖到窑子里去抵债。我倒要看看那个所谓的京城四大纨绔到底是个什么货色！混账东西，赶紧进去，走！这宽肩窄腰大长腿，是个极品男。老天爷总算干回人事，只要是脸也长得够帅，别说替嫁了，让我倒贴都行。今晚这洞房花烛夜，姐可就不客气了。都说苏家大小姐温婉贤淑，本公子今天就先给你立个规矩，进了我的门就得学好三从四德，休想干涉我出去花天酒地。来，小美人，夫君送你一份新婚大礼。长这么一张人模狗样的脸，结果脑子里装的都是这种小贼商级别的恶作剧啊！就这还京城四大纨绔？喂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不会被吓傻了吧？你怎么嫁人还带武器的？喂，啊，死了没？床底下睡吧，长这么帅有什么用？脑子里全是一滩浆。这穿过来到现在，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。算了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哼，去厨房看看。
鸡蛋都没有去腥，这丸子一点也不 Q 弹。这古代的烹饪技术也不怎么样。谁会做饭？这么香，这可不像咱们府中厨子的手艺。老侯爷、侯夫人，你们还没用过晚膳吧？要不一起吃点儿？老侯爷、侯夫人，这是最后一道菜了，快试试看合不合胃口。这不是绿菜花吗？锦绣啊，这可是从西域传来的观赏花卉，怎么能端上餐桌呢？是啊，我们从没听说过这东西能吃。锦绣，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爹娘，你们就放心吧。这西兰花呢，看似只能观赏，实则呀营养丰富，口感爽脆，再配上这蒜蓉酱汁，甚是美味。真没想到，这花盆里的观赏花卉居然能做出如此美味。还有这肉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妙啊！锦绣啊，以后啊，你想用什么做菜都行，哪怕你说这花园里的石头能吃啊，娘也信。你这个泼妇，竟然敢打我！是你先拿老鼠吓我的，我那是正当防卫。你还有脸说？新婚之夜用那样下作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媳妇儿，像什么样了？怎样？我就是不要娶她！书呆子，无趣死了！哼，书呆子，人家是京城闻名的才女，比你这副不学无术的模样强上10000倍，你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别说了。恒儿，快来尝尝锦绣做的菜。来，不吃。萧一恒，你竟然敢浪费我做的菜！吃也得吃，没有人能拒绝我米其林大厨的料理。你什么你？这是什么味道？怎么会这么好吃啊？我肯定是被打晕了，才会有这种错觉。老爷，这总算有人能制止这个逆子了。一个书呆子还想在我面前翻天，立马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，做了8个好菜讨好我。我听说呀，这皇太后厌世许久，这皇上心急如焚，张榜天下，寻能人异士，为这个皇太后啊开胃解忧，这治好了赏金1000两，加官进爵呀。这好呀！哎，小小，我记得嫂夫人她不是会做菜吗？让她去试试呗。她要是做不出来，就得在全京城人面前丢人现眼。她要是做出来，这功劳那都不得记在年头上呀。让那个泼妇去宫里出丑，这主意不错啊！走，接皇榜去。咱家奉皇上口谕，特来迎接永接皇榜、厨艺精湛的神厨萧公子入宫，为
皇太后诊治。皇榜诊治？公公，你找错人了吧？是吗？那萧公子床头放的又是什么？萧公子，咱家可得提醒你，皇太后凤体安危，乃是国之大事。你接了皇榜，若敢说不会做菜，那便是欺君之罪。到时候，整个定北侯府都会跟着你遭殃。你个逆子！哎呀，公公，求求你，犬子只是一时糊涂，喝醉了才犯下如此大错。哎呀，求公公在皇上面前给求求情吧。侯夫人，咱家劝你还是省省吧。欺君罔上，那可是灭门的死罪，咱家担待不起。来人呐！在！宵夜了，戏耍皇榜，藐视君上，证据确凿，咱家把他绑了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圣上发落。慢着！哎呀，公公，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别动！皇榜在此，人也在此，能有什么误会？哎呀，这榜虽然是我夫君接的，但菜将由臣妇来做。这俗话说得好，夫为妻纲，所以妻亦可为夫解难，应该不算欺君吧？小野恒，哎呀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哎呀！哎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皇太后可是吃过九州八方的美食，口味刁钻的很，你可别搞砸了。那你自己去。不了，还是你自己去吧。我让你准备的食材都准备好了吗？备好了。我跟你说，宫里的御厨见多识广，家常菜可糊弄不过去。奇怪，这苏锦绣怎么像泼妇一样？传闻里那个是人欺负的受气包呢？这不是萧大公子吗？我还以为接了皇榜不敢出门了呢，没想到还真的来这里了。赵文宇、钱飞，你们昨天两个是不是故意害我？萧兄，我们也是替你出主意啊，谁知道你还真的去接榜了。萧兄，你还真带媳妇儿来做菜呀？你走遍京城所有酒楼看看，有哪家是女人当大厨的？你，呀，这就是苏家的那个小受气包呀！就他这小身板，还下厨，别开玩笑了。我看他连条都端不下来了。啊！我的手！端不端得动铁锅不好说，但教训教训你这种登徒子，那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听见没？以后眼睛都给我放亮点，再敢惹我，我就让我娘子打断你们的腿！哎，苏锦绣，萧野恒，赵兄，稍安勿躁，我有个远房亲戚，正好在御书房弄差。哼，那到时候就看你的好戏了。皇上万岁！太后万福！启禀皇上，听闻太后凤体欠安，臣心急如焚，愿臣所带的厨师能够率先为太后娘娘谢意。李师傅曾赴洋游学多年，精通东洋料理。臣也愿为太后分忧。张大师曾在南洋暹罗国做过御厨，一手暹罗菜做得出神入化。准了，开始吧。
这寿司饭颗粒分明，却无粘性。这冬阴功汤连最基本的鱼露都没放，就这还敢自称大师？不过是学了点皮毛的花架子。好大的口气！你怕是连寿司都没见过，就在此大放厥词？就是，这冬阴功汤是暹罗皇室秘方，岂是你一个妇道人家能懂的？装贻笑大方！拿走，都拿走！大胆！这就是你们举荐的大师，拿这种东西来惊扰太后凤驾，是何居心？来人，在将这2个学艺不精的厨子拖出去，每人重打20大板。冤枉啊！皇上冤枉啊！你们2个身为朝臣之子，也过其实，惊扰母后，罚你们去殿门口跪着，没有证据，不许起来！哎呀，两位兄台不是说要给我开开眼界吗？怎么这眼界还没开，先开柜了？皇上，不如让2位留下来，开开他们的狗眼。下一位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准备的时候明明都是好好的，这怎么半天都没有动静？哎呀！启禀皇上和太后娘娘，我们不是不愿意献菜，而是我们准备的食材全部被人动了手脚。宫中禁地，谁人如此大胆？是他们2个，之前就是他们怂恿我去接皇榜，这次我们食材被毁的事情，也一定是他们在背后动了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皇上，您明鉴了，小野汉谁和他血口喷人？故意把食材换成坏的，拉我下水。皇上，您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没错，以腐蚀为菜的，你这简直是没把皇太后和皇上放在眼里啊！杀其诛心啊！皇上，大胆！来人呐，将这2个以腐蚀欺君罔上的东西给朕拖下去，打入天牢！皇上息怒，此事我有办法。皇上息怒，虽然这些食材已遭破坏，但民妇有新的菜谱，即使无需这些，也可给太后娘娘做一道开胃佳肴。皇上，能否借您殿外庭院中的新妇？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皇上，微臣只听过吃竹笋，没听过吃竹子，又不是大熊猫。依臣看，他就是黔驴技穷，徒劳挣扎罢了。用竹子做菜，哀家活了大半辈子，倒是第一次听说。皇帝，不妨就让他试一试。李德全，去，按他说的做。是。谢陛下。喂，你到底有几成把握呀？这件事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到时候要是再搞砸了，搞砸？我的字典里可没搞砸二字。你要实在闲得慌，就过来帮我把火烧旺。好。
说什么？把米塞进竹子里，这算什么菜？乡野村夫的吃法就比不开。就是，皇太后何等金贵的脾胃，怎会吃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这是什么味道？这么清甜。不过就是米饭味儿，能有什么稀奇？这道菜名为碧竹藏针金镶玉。这米饭怎么会发光？来人呐！书呆子还是搞砸了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皇榜是臣一个人接的，此事从头到尾都与我夫人无关，她只是替我做事，一切罪责由臣一人承担。太好吃了，这米饭清甜软糯，还带着竹子的清香。这每一粒米都浸透着特别的酱汁儿，回味无穷。这哀家以后要是再也吃不上这等美食，那该怎么办？哀家一想着以后又要面对那些蠢货做出的那些垃圾，哀家就觉得了无生趣。我就说过，没有人能拒绝我做的美食。这丫头，哦不，我娘子可以啊！这下谁还敢说我娶了个书呆子？娘子随便露一手，就比御膳房那帮废物强100倍。李德全，再给哀家上一桶。哦不，把所有的都给哀家拿上来。是。都放哀家这儿。啊！看见没？我娘子做的饭，连皇上想吃都得靠边站。靠边站。你那些东洋南洋的大师傅呢？娘子，今晚能不能给我也开个小灶呀？就这竹筒饭也可以啊。那你叫声姐听听，你要叫的好听了，不光这竹筒饭，满汉全席我都给你做。姐，你是我唯一的姐。看到你，就想到了哀家的锦儿，也该是你这般年纪，她要是能吃到这般美食，那该多好。母后，莫要伤感。开什么玩笑？留在宫里说错半句话就可能掉脑袋。我好不容易死而复生来古代度假，可不想被关起来，傻子才答应。承蒙太后娘娘厚爱，只是臣女已为人妇，理应在家孝敬公婆。话死！
太后抬举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你竟敢当众拒绝，你是看不上皇家，还是觉得你定北侯府的权势大得了太后的懿旨？没有，皇上，我娘子绝对没有这么想。快答应了，书呆子，你公婆哪差你一个人伺候呀？皇上息怒，臣妇方才并没有拒绝的意思，只是身为儿媳，若久留宫中的话，有违妇德。太后娘娘，您若是不嫌弃，臣女愿每日入宫为娘娘烹调膳食，直到您凤体完全康复。不知娘娘您意下如何啊？皇帝呀，你看看这孩子多通情达理呀，完美，既能刷脸保持好感度，又不用被困在这里打卡上班，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如此甚好，既能为母后分忧，又不失为人媳的本分。小叶恒，你倒是娶了个好媳妇啊！皇上圣明，您这么一说，臣确实觉得我福气不浅。不过您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点实质性的表示啊？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！苏轼巧思，以竹为器，不仅解了母后的厌食之忧，更让朕大开眼界。传朕旨意，赏定北侯府黄金100两，珠宝2箱，另赐萧夫人翡翠金钗1对，以彰其功。是。臣妇叩谢皇上，太后娘娘恩典。皇上，您这赏赐是不是漏了点什么东西啊？皇上，您这赏赐是不是漏了点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皇上，依臣看，这2位兄台也该赏。赏。皇上，不如就赏他们把大师做的美食都吃光吧。这样也算不浪费粮食，为国分忧了。准了，吃不完不许走。好孩子，今天若不是你力挽狂澜，恒儿这颗脑袋可能已经搬家了。恒儿，锦绣比你有本事，比你沉稳，以后家里家外你都要听他的。儿臣遵命。锦绣，我们已经把回门礼准备好了，保证你在苏家赚足了面子。我才不想回去，我才不回去。好他个苏正远，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家恒儿，配不上他那宝贝嫡女。岂有此理！我们锦绣在家肯定受气啊！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他们看不起我也就算了，还看不起我娘子。娘子放心，这门儿我们要风风光光的回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，你苏锦绣嫁给我萧叶恒，是享了天大的福气。娘子，苏家那几个势利眼眼里只有钱权，和他们说话完全多余。我看还是按昨天说的，直接冲进去带人打一顿好了。不许再叫我娘子。我们不都成亲了吗？你再叫，那明天蟹粉小龙、佛跳墙就都省了吧？啊，别呀，秀姐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对了，侯爷不是说要带上那个琉璃盏吗？你带了没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我这就回府去取，再带几箱珠宝过来，务必要让回门礼的排场再大1倍。你先拿着礼单进去等我，有什么事直接打回去，打残了
打废了，有相公给你兜着。嗯。娘，王爷准备的回门礼，光东海珍珠就有8盏呢。哎，王爷说了，就算我是侧妃，也不能让我委屈了。我柔儿就是有福气，赵王爷那可是皇亲国戚。瞧瞧，还有人亲自陪着送来，多体面呢。我都说了，他忙了就不用过来。但是呀，这3日之后非要亲自来接我回家。是啊，不像有些人，这回门连夫君的影子都见不到，还真是让人可怜呢。莫不是大姐姐在侯府不受宠，小侯爷连这点脸面都不给你吧？那赵王爷如此清醒，怕是在朝中不得志吧？柔儿妹妹，你这后半生的富贵可得抓牢了才行。你夫家不得志，柔儿妹妹头上这个金钗呀，可是赵王爷宠她，特意为她求来的。你这头上又有什么呢？就你这根破簪子，该不会是外面的地摊上淘来的吧？王爷说了，这钗子啊，全京城没有第2只。你家侯爷啊，怕是连这钗子都没见过吧？锦绣啊，你也别难过，你头上这只看上去成色不好，不如我给你摘下来，我给你换一只啊。这钗子怎么这么像传说中的凤栖羽啊？凤栖羽那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就是那个宫廷秘宝，可是被太后娘所珍藏的，绝不可能在你头上。好啊，你个苏锦香，居然趁着在宫中做菜，敢偷太后娘娘的宝物！苏锦绣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赶紧把钗子交出来，我还能在太后娘娘面前帮你求情。偷？不好意思啊，可能让你们失望了。这可是小侯爷在宫中给我挣来的脸面，是皇上和太后娘娘亲赐的恩典。这天下给的体面，就你们也配跟我比？你胡说！你这个贱人，这一定是你用什么阿杂手段骗来的吧？反了天了！我看你是翅膀硬了。哎呀！爹，你倒是管管大姐姐，她就知道对我们动手。女，老爷，你看看她才嫁出去多久呀，就敢在家里造次。依我看呐，她就是嫌弃我们苏府门第低。如今她攀上了侯府，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。你心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？还不快跪下给你赔礼道歉！啊，连父亲的话你也不听了吗？父亲，你也配？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难道忘了我死去的娘亲了吗？当初我娘病死在床上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寻欢作乐？当初我被他们像货物一样抬进花轿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袖手旁观？一个对我娘亲的死漠不关心，对我受的欺辱视而不见的人，不配被我称为父亲。妹妹金枝玉叶，我轻轻碰一下就倒。林娘慈爱善良，伸手就要抢我的御赐之物。还有你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抬手就要打人。别把你们这些见不得光的嫉妒心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嫉妒？是嫉妒你一个人回门，还是嫉妒你拿那个破簪子冒充什么御赐之物？你要真的能有什么御赐之物的话，怎么会连一件相用的回门礼都没有呢？就是啊，这小侯爷不陪你回来也就算了，这回门礼总得带回来吧？怎么，定北侯府穷的揭不开锅了吗？好呀，既然大家都这么想要看回门礼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，这个
是侯府准备的礼单。苏老爷，请过目吧。一张废纸应当回门礼，真没想到，你竟然连傅家的人心都笼络不好啊！回门这么大的事，你就讨厌这么一张废纸来？真是老苏家脸丢尽了你！哎呀，还妄想跟我们柔儿妹妹比呢？你看看人家带来的，那可都是上等货色。你不过就是一介弃妇，拿一张破纸来糊弄我们，真当我们是傻子，把我们当叫花子一样糊弄是吗？锦绣啊，你也别怪大家说话难听。你看看柔儿，她多讨人欢心呢。你再看看你，从小到大不是看书就是发呆，难怪小侯爷会冷落你。说起来，你这闷葫芦的脾气啊，真随了你那早死的娘，一样的贱命，一样的不会讨男人欢心。大姐姐，定北侯府再大，侯爷若对你不上心，也不及王爷对我的1/1000啊！你这般光景，真是让人看了都感到心酸呢。谁敢让我娘子心酸？这家伙还真把库房给搬来了，真是个不嫌事儿大的活宝。刚才就是你说我娘子比不上你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什么狗屁赵王爷，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远房宗室，也好意思称皇亲国戚？我爹手握北境30万兵马，是圣上跟前红得发紫的人。那赵王爷见了我，也得点头哈腰的叫一声小侯爷。我告诉你们，他送的那点破东西，也就够我家的马垫垫脚。我娘子的这些回门礼，随便一箱就够买他那座破王府了。小侯爷，是大姐姐推了我在先，我们也是怕她嫁进了侯府，失了礼数不是？二姐姐，你别怪大姐姐，大姐姐也许是一时心急，所以才见生气盛的。是啊，小侯爷都是误会，我就是教训这些不懂事的女儿，怎么敢冒撞你呢？不敢。娘子，秀姐是不是受欺负了？嗨，我没事儿，别大惊小怪的。还不是他们欺负我？欺负我娘子，这是在教你们怎么做人。我确实就是欺负你们了，但我今天的事，只不过是你们之前对我的所作所为加倍奉还罢了。好啊，你们这帮畜生，平时竟敢这么对我娘子！给我砸！苏家，给我砸了！是。别！停！这钱还有这些回门礼，算是赔你们这些破东西的。怎么，嫌少，还是没砸够？那就再砸一遍，砸到他们肯给我娘子磕头道歉为止。慢着，这砸了东西可以再赔，但我娘之前受的欺辱，该怎么算？皇太后驾到！是太后娘娘。前几日啊，我大婚的时候，还赏了我一对玉如意，她呀，肯定是特地来看我。苏锦绣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！太后的娘娘是来为我们做主的。哼，你们等着，就让太后
惩治你们两个大逆不道东西！你们等着，让太后娘娘惩治你们两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！他们这群傻东西，还不知道皇太后娘娘有多宠你呢。皇太后驾到！好孩子，可算找着你了。哀家今儿个呀，馋你的手艺了，先去了趟侯府，他们说你回门了，这不，哀家就追过来了。哎呀，听见没啊？皇太后娘娘是来找我娘子吃饭来的，某些人还以为是来给自己撑腰的吧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居然敢欺负哀家相中的人，好大的胆子！太后娘娘，是我们心疼大姐姐才嫁的人，就跟她闹着玩。婉儿，你怎么跟太后娘娘讲话了？还不给你大姐姐赔礼道歉？是。锦绣啊，你也别怪你的妹妹们说话难听，是因为她们舍不得你。如今您攀上了高枝，可不要忘了本啊！这苏家呀，毕竟是养育你的地方。经典 PUA 3件套，为你好，别忘本，养育恩。这段话说了，放在现在都过时了，没想到在这还能听到现场版。好孩子，你要是受了欺负，想惩罚谁，尽管说，哀家今日就替你做这个主。苏正远这个老匹夫叫你无方，那就直接发配充军。还有这3个贱人，心思歹毒，那就拉去游街示众。还有你们3个贱人，心思歹毒，那就拉去游街示众。这他们怎么说也算是我的家人，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，那你说别人该怎么看待你我？而且当着太后娘娘的面，要是咱们得理不饶人的话，岂不是让她看清了我们？那就这么算了，那也太便宜他们了。算了，这怎么搞？太后娘娘，臣女觉得小惩大戒即可。他们既然这么喜欢钱，那不如罚其所爱，就罚他们将这所有的彩礼悉数捐给慈幼局，也算是为他们积点阴德。太后娘娘，意下如何呀？好一个罚其所爱，准了。臣遵命，多谢太后娘娘恩典。锦绣啊，陪哀家去应膳，哀家饿了。娘娘请留步。是臣糊涂，冒犯了少夫人，还惊扰了你。太后娘娘能大驾光临，是我苏家天大的荣幸啊！还请太后娘娘留下来用膳，也算是让我一个赔礼的机会啊！是啊，太后娘娘，大姐姐一人做菜怎么行啊？我和柔儿妹妹也应该为您分忧才是，是吧？太后娘娘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们3个呀都厨艺精湛，大姐姐会的，我们也会。那好，那你们姐妹3个一起准备吧。锦绣啊，今儿个做什么好吃的呀？哎，我说，大姐姐，别怪我没提前提醒过你啊，这儿可不是什么书房，不是一念2句3诗就能蒙混过关的。姐姐，妹妹知道你可能干不了什么精细活，你要是不会，可以过来瞧瞧，妹妹教你嘛。我说你们2个，废话怎么那么多？信不信我让你们把洗菜水都喝了？奇怪，怎么回事？一道醋溜白菜而已，我怎么会？
这是什么新菜式啊？这是什么新菜式啊？哇，这道菜看起来不错，不如由我端上去吧。我年纪小，该我端。哎，抢什么抢啊？这道菜是我娘子做的，跟你们这两个洗菜丫头有半文钱关系吗？你说对不对啊，秀姐？秀姐，怎么了？是累着了吗？我们给太后娘娘送过去。糟了，太后娘娘风体疏郁，肠胃最是虚弱，吃多了又甜又腻的东西会引发心悸，是要出人命的。快去拦住他们！快去拦住他们！拦住他们！太后娘娘，您快尝尝这个呀，是臣女为您做的，保证比大姐姐的手艺还好。哎，你胡说！太后娘娘，这道菜是臣女做的，您快尝尝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都别争了。太后娘娘，这菜不能吃。太后娘娘，这道菜是苏锦绣做的，一定是她做出来陷害我们的。是啊，太后娘娘，这道菜从头到尾都是大姐一个人做的，我们姐妹俩连锅边都没碰过。太后娘娘息怒，这道菜是臣做的。太后娘娘有所不知，是臣非要缠着娘子，教我露两手，本想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学艺不精，才做出了这个，冲撞了您，是臣的罪过。这道菜就是这种又咸又甜的古怪味道，没办法，再难吃了，真是一点都没变呢。这就是小的时候锦儿做给哀家吃的味道。哀家的锦儿是多年前在宫乱中走失的锦衣公主，被哀家身边的中仆带出宫去，从此杳无音讯。不会错的，只有锦衣公主才能做出这个味道。锦衣公主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一盘难吃的白菜，怎么就成了认亲信物了？记忆里那个笨手笨脚的女孩是苏锦绣，她是公主啊！这剧情也太狗血了吧！我的天，我这是什么运气啊？娶回来一个厨神，竟然还是个公主！那我成了驸马爷，以后谁还敢瞧不起我？太后娘娘，其实这道菜是臣女做的，臣女亲自做的。不是的，太后娘娘，这道菜是我做的。你胡说！这道菜明明就是我做的。你胡说！你连烧火都不会做的，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是我做的。太后娘娘明鉴，老臣老臣想起来了，当年宫乱，老臣见不得婉儿跟柔儿流落街头，才将他们领回府中抚养。是啊，太后娘娘，锦绣是臣妇的孩子，是臣妇10月怀胎生的。哎呀，您看看婉儿和柔儿，他们的眉眼气度哪一个不像金枝玉叶呀？他
他们两个当中啊，定有一个是您失散在外的亲生骨肉。行了行了，都别演了。他们两个算哪门子的公主？都给我听清楚了，这道菜从头到尾都是我娘子苏锦绣做的。够了，你们都给哀家住嘴！哀家懿旨，3日后在宫中设宴，你们姐妹仨当着哀家的面再做一次村里晚餐，孰真孰假，到时便见分晓。这道菜啊，一定是失传已久的宫廷秘籍。我要是能做出来的话，那我以后岂不是就成公主了？二姐姐，我们高兴的太早了，这道菜啊，肯定绝好吃，我们根本做不出来。到时候我要在太后面前出了丑，我们就彻底完了。谁说让你们自己做了？娘，那您的意思是？百味斋的胡大厨，一手御膳的手艺，那是出神入化。明早我就派人重金去请他。娘的意思是偷梁换柱？秀姐，还在想做菜的事呢。放心，你重新再做一次不就好了？我就是在想，如果我是皇后娘娘要找的人怎么样？如果我不是呢？苏锦绣，我不管你是公主还是苏家的女儿，我只知道做饭极其好吃的人是你，抄起擀面杖打人的人是你，救了我全家的人也是你。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只知道你是我萧夜恒明媒正娶的妻，就算天塌下来有我顶着。这个傻子，平时吊儿郎当，到了关键时刻说的话都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愚钝，这自制的酱料忘了带，还请臣女速速取回。哇，闻着就对味儿。不对，太后娘娘要的不是这个。这么好吃的菜你怎么给倒了？罢了罢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明白了，
我明白了。完了完了，他这是被我气糊涂了，开始破罐子破摔了。哎呀，妹妹，我就说他不行吧，做的这都是什么呀？闻着呀，真是甜蜜；闻着呢，更是齁得慌。小侯呀，你可别怪姐姐，姐姐也许是太累了，所以才会这样。跟我们比起来，简直是云泥之别呀！就你们这俩，连灶台都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蠢货，能做出什么人模狗样的菜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娘子做的菜，就算是烂菜叶子，也是金贵无比；而你们，就算端着金山银山，也是两坨烂泥。不错，火候和调味都属上乘。也不错，与方才那盘不相上下。你们做的味道都不错，但不是哀家想要的。撤下去吧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都给朕滚开！母后，母后，快传太医！启禀皇上，我们刚刚截获密报，苏锦绣他勾结宫外逆党，意图在今日菜肴之中下毒，谋害太后娘娘。一派胡言！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？竟敢在此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这是臣在逆党巢穴之中搜到一份信件，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了逆党与苏锦绣的联络暗号，他就是要趁这次斗除行不轨之事。一个定北侯府的媳妇儿，来人，将这个罪妇给朕打入地牢！等等，启禀皇上，今日这道菜所有的步骤都是由臣妇亲自所做，臣妇愿以性命担保，这菜绝对没有毒。你用性命担保，你的命在朕眼里值几文钱？真是可笑！太后娘娘已经毒发昏迷了，你还敢说这菜没毒啊？是啊，这人证物证俱在，还狡辩什么呢？你说没毒，如何证明？慢着！你快住手！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唯一的办法？你当我是死人吗？我相信你。萧夜恒，你们看，我也吃了这菜。
我这不……唉，不好意思啊，吃太急噎着了。怎么不相信？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嘿，恶狗偷眼，猴子偷桃。嘿，哈，嘿，哈，呼！哎，快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！现在最要紧的是太后娘娘。皇上，您看，臣现在的身体依然壮的能打一头牛，所以这菜肯定没有毒。启禀皇上，太后娘娘应该是在别的地方中了毒，毒性延缓，现在才发作而已。启禀皇上，老臣已查验过，这菜中确实无毒，但太后娘娘所中之毒，老臣从未见过，恐怕太后性命堪忧啊！兄弟，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慢着，皇上息怒。臣女之前在一本古籍中看过类似的记载，这种毒跟太后娘娘的症状大概相似。这毒虽然罕见，但并非无解，还请皇上能给臣女3日时间，臣女定能配出解药。西派胡言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。你一个乡野村姑，读过几本破书，就以为可以胡言乱语了吗？我看你就是在拖延时间，想另寻其他脱身之计。就是，现在罪证确凿，他定是下毒的凶手。还请皇上明鉴，这个苏锦绣心肠歹毒，意图毒害太后娘娘，如今花言巧语，罪无可恕啊！是啊，皇上，他连自己的家人都能伤害，他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？千万不能相信他。这帮混蛋，不行，我娘子这么聪明，肯定能找到解决办法。我不能让她被关起来。皇上，臣愿为娘子作保，以身为质。皇上，臣愿为娘子作保，以身为质。您可把我关在宫里，若太后娘娘有任何闪失，您不用审，可直接把我拉出去斩了。我定北侯府萧夜恒，绝无半句怨言。这傻子，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用自己的命换我一个出去的机会。启禀皇上，若3日之内可得解药，太后娘娘或可一试啊！朕只给你2天。皇上，但这期间，萧夜恒必须入天牢，朕也会派暗卫监视。若母后有任何闪失，朕要你们定北侯府满门陪葬。苏锦绣这个贱人呀，要是2天之内救不回太后的话，指定这连着定北侯府都落得满门抄斩了。哎，小侯爷也被困在天牢当人质了。我听说啊，赵文已经跟玉帝打点过，得好好照顾他呢。死是他们最好的归宿，省得影响我们婉儿、柔儿当公主。自作孽不可活，当初在家是何等的嚣张，现在还不是落得个阶下囚的下场？锦绣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恒儿他……老侯爷、侯夫人，你们放心，我已有对策。此毒名为穿心丝，可以7种草药辅以食疗化解。我打算以冬瓜薏米老鸭汤为主，先排出太后娘娘体内的毒素，后辅以汤药，定能药到病除。那药材你备齐了没？这其他6种皆已备齐，唯独差一种极为罕见的主药，名为金线莲。没问题，我这就派人全城搜寻。岂有此理！竟然所有药铺的金线莲都一株不剩。侯爷，少夫人，
今日刚得到消息，今日齐真阁要拍卖10株金线莲，小的已派人去请齐真阁掌柜了。小人拜见侯爷，拜见少夫人。不知侯爷今天召小人前来，有何吩咐？少废话！你们店里今日是不是有批金线莲？本侯全要了。哎呀，侯爷，您怎么不早说呢？什么意思？就在半个时辰前，金线莲全部被一位客官买走了。买走了？是啊，那位客官拿市价3倍的黄金，把我店里所有的金线莲全部买走了。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那位客官戴着斗笠，看不清面容，付完金子匆匆就走了，小的也不敢多问呢。可恶！这买的太巧，走得太急，就仿佛一切都像算计好的一样。金线莲全部被一位客官买走了。巧合太多，就是预谋。有人在给他们通风报信，而那个能自由出入皇宫又能轻易接触的赵文宇等人，是他！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萧夜恒，你这个傻子一定要撑住！逆贼萧夜恒，毒害太后，罪大恶极，国法不容，斩立决！潇潇啊，别愁眉苦脸的嘛，还行上路啊。至于你那小娘子啊，我们这做兄弟的，当然会替你好好照顾她了。没错。哎呦，萧兄啊，我保证，未来嫂嫂一定不会感觉到寂寞。说不定啊，明年的今日，我还抱着你的儿子上坟给你上炷香呢。再快一点，萧夜恒，你这个傻子，你一定要撑住！皇上，刀下留人啊！苏锦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命你医治太后，你却回天乏术，如今竟然敢来劫法场！皇上，毒害太后的另有其人，还请皇上明察。明察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在此狡辩？好，朕就成全你们这对亡命鸳鸯。来人，将这个妖言惑众的罪妇一并拿下，与萧夜恒一同处斩。是。我看谁敢！哀家的人，是你们这2个狗奴才可以动的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皇后来的正是时候。来人，将萧夜恒、苏锦绣罪释放。什么？锦儿早就把哀家治好了。我们此番大动干戈，就是为了揭露真凶。太后娘娘，您体内的毒素差不多已经清理干净了，只是这次毒计太过凶险，背后必定有主谋，这怕是要委屈萧夜恒多受几日牢狱之苦了。锦儿啊，那恒儿皮糙肉厚的，关他几日，正好也磨磨他的性子。皇帝啊，这锦儿为了我们甘愿冒险，我们总不能让他和恒儿白白受这委屈吧？母后说的是，朕倒要看看谁敢动我母后，动我皇
妹，我们就将计就计，演上一出大戏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有弄疼你吧？几日不见，我要想死你了。我没事儿。皇上，太后娘娘下毒谋逆、嫁祸臣妇的，就是李德全。冤枉啊，皇上！太后娘娘，奴才对你们是忠心耿耿啊！苏锦绣他血口喷人，他没有证据啊，皇上！证据？李公公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你难道忘了昨日买下的金线莲了吗？咱家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不知道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臣妇之所以能锁定这李公公，并非凭空臆测，而是因为臣妇昨日将一种混有特殊香料的金线莲卖入了奇珍阁。这分明是有人暗中捣鬼。公公，您先别急，这敌人看似是断了我们的药，实际上是给了我们一条能钓到大鱼的线。此话怎讲？我有办法能让他自己暴露。公公，你能否叫您最信得过的家丁过来？来人，叫王忠过来。王爷，少夫人，这里是石珠金线莲，你即刻去趟奇珍阁，找到掌柜的，就跟他说你有急事要私下出手金线莲，价钱好商量，但务必一定要让他收下。是少夫人。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在这药包的夹层里涂抹了一种我秘制的香料，味道极淡，常人难以分辨。那我们怎么追踪呢？我可以追踪。锦绣，追踪探查，危机四伏，这可不是儿戏啊！公公，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一名厨师？这有些时候吧，我的鼻子可比眼睛灵多啊。而后，臣妇在朱雀大街分辨了万千种气味，最终锁定了一个神秘人。臣妇一路尾随，发现这个神秘人在市井后巷，将从奇珍阁收入的金线莲悉数交给了李德全。你怎么能证明那个人是我呢？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臣妇恳请，将从李公公房中搜出的金线莲和我昨日呈上的特殊香料一并呈上来。大家看，我所特制的香料就在这第3排的右数第3个。第2排所属第3个就是他。臣妇还闻到这把手上也有淡淡的香料味道，还有一丝墨香味，应该是银票的味道。李德全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收的封口费应该还在你的袖中吧？皇上，奴才该死，是他们拿奴才家人们的性命相要挟，逼我这么做的呀！皇上饶命啊！胡说！你派胡言！皇上明鉴，他分明是畏罪，想拉我们下水，还敢抵赖！来人，将这3个逆贼打入天牢，大刑伺候！朕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！皇上饶命啊！我全说，我们背后的人是。好一个借刀杀人，好歹毒的手段！皇上，太后娘娘，他们应该早就被下了毒。看来这幕后之人不仅想要灭口，更想要向我们示威。
线索全断了。哎，查了半天，又回到了原点。不，我们没有回到原点，至少我们知道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：这川心思是西域奇毒，所以这幕后主使定与西域有关。平西王世子袁绍安，3年前他曾以游学的名义在西域待了整整1年，回来后他还整天炫耀他那些奇珍异宝呢。那这么说的话，肯定就是他了。平西王手握西境兵权，素有谋反之心。若此事真是袁绍安所为，那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陷害我们那么简单。太后驾到！太后娘娘，好孩子，这件事儿让你受委屈了，哀家我差点就……姐儿，你放心，不管他是谁，哀家定会让他碎尸万段。这件事不能再等了，哀家和皇上会动用皇家的所有力量帮你们去查。太后娘娘，如今我们在明，他在暗，局势对我们很不利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从长计议了。袁绍安如同人间蒸发，皇家暗卫的调查也陷入了僵局。此人行事滴水不漏，只是心腹大患。皇上，敌不动我不动，越是这种时候，我们越不能自乱了阵脚。景儿说的对，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是要向外界展现我们对景儿和定北侯府皇家的恩宠，以震慑宵小。母后说的是。朕决定下月初8为锦儿举办公主册封大典，昭告天下。另外，再以驸马之礼为你和萧夜红筹办一场大婚。公主，她竟然真的是公主！哎呀，我直接是瞎了眼了！不行，我明天一定要去定北侯府负荆请罪。哎呀！你现在去就是自取其辱啊！只要他一日没有册封，这件事情就还有转机。娘，我们可不能坐以待毙。老爷，自古以来，皇家最重名节，大事后知了。小侯爷，少夫人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外面都在传，说少夫人您说我什么啊？说您在苏府时曾与一名丛书生有染，并非完璧之身，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现在整个京城都传开了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如此污蔑我娘子！定是苏府那几个混蛋干的！我这就去苏府，把那几个长舌妇给宰了！啊！林秀秀、苏婉儿都给我滚出来！小侯爷，您怎么过来了？还给本公子装蒜？说，是不是你在败坏我娘子名声？小侯爷，您要是这么说，那也太冤枉人了吧？我们也是今天早上才听说了你和姐姐之间的事情，替你担心都来不及。不如您先喝口茶，消消火，我们坐下慢慢谈。
算你还有良心。这茶，小侯爷，我看您今天也累了，不如我们就休息在苏府。婉儿今天会好好服侍您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啊！萧月恒，难道昨天我们两个之间的事你全都忘了吗？你要是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撞死在这个柱子上。就你也配爬上本公子的床？做梦还没醒呢！哼！苏锦绣，瞧瞧你的夫君做了好事儿，婉儿被他玷污了清白，以后怎么做人呐？你们定北侯府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你确定作案的人是我们小侯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亲眼看见萧夜恒走进了婉儿的房间。哎！你别去了不正好中了他们的计啊！那怎么办？难道就任由他们这样往你身上泼脏水？他们要是想演戏啊，那咱们就陪他们演得更彻底一些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最后怎么收场。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再仔细看看，这昨晚陪了你一夜的人到底是谁啊？不可能是你！昨天在我房里的明明就是你，萧逸恒！你们是故意要陷害我们！小侯爷昨晚明明就在苏府。我昨晚可是一直与我娘子还有太后娘娘在一起。你胡说！你们明明就在狡辩。太后娘娘是何等的尊贵，怎么可能半夜跟你们待在一块儿啊？哦，哀家怎么就不可以和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待在一起呢？昨夜哀家与锦儿和恒儿商议大婚事宜，怎么，你们有什么疑义吗？太后娘娘，是臣妇一时糊涂了，太后。我看你精明得很，就连污蔑公主名节这等诛九族的大罪你都敢犯。就是，敢往我娘子身上泼脏水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来人，将这两个毒妇押至朱雀大街。不要！你们不是喜欢说吗？那哀家就让你们说个够。每日午时，亲自向百姓澄清，你们是如何编造谎言，污蔑当朝公主的。太后娘娘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求求您了。你说以前你们在苏家的时候，你们不是最注重脸面吗？如今呢，我们太后娘娘给了你们一个在全京城百姓面前正脸面的机会，你们可别不识抬举啊！游街之后，林秀秀、苏婉儿败坏皇家名节，赐白绫1条。至于苏柔儿，教唆之罪，禁诸府邸，终生不得出。苏正远，治家无方，革职留用，闭门思过。小侯爷，赵夫人，苏家主他负荆请罪，跪在府门外了。这老匹夫又在耍什么花招？不见，让他进来吧。罪臣
苏正远拜见公主殿下，拜见小侯爷。罪臣利欲熏心，愧对公主殿下，更愧对公主殿下的仰慕。这是罪臣和林氏的和离书，还有苏家的全部田地产业，原悉数赠与公主，只求公主宽恕罪臣滔天大罪。这些我不要。你若真想赎罪，你最该赎罪的人，应该是我那因你们而受尽凌辱的养母。你若真有悔意，便拿着这些房产，去为她修缮陵墓，为她赎罪。罪臣遵命。娘子，那样的家不要也罢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恒儿说的对，锦绣，再过几日就是中秋节了，今年不如就由你为我们设计一场真正的家宴，好不好啊？老侯爷常年镇守北境，口味偏重，最爱大口吃肉。那道炙烤羊排定能让他满意。侯夫人是江南女子，喜好甜糯。这道红枣豆腐汤，定能让她想起家乡的味道。至于萧夜恒那个无辣不欢的家伙，就做一道毛血旺吧，让他辣到跳脚才好。哇，我吃这个。哈哈哈哈，这肉串外焦里嫩，肉质丰腴，比军营那些伙夫烤的强上10000倍。哈哈哈哈哈！痛快。清甜软糯，是这个味道。我都快20年没有尝过这么地道的家乡味了。够劲儿，娘子，你这手艺真是绝了。原来这才是家的味道。这几日天气热，给大家炒个莴笋江江火。
看来确实该降降火了。你不是去参加陈世郎的宴会了吗？那帮混蛋都欺负我。他们怎么你了？他们说我只配吃你的软饭，还说我连给你打下手都不配。哦，难道他们说错了吗？娘子，哎，娘子，你教我做菜吧。什么？教你？我要学一道最厉害的硬菜，然后亲手做给那帮孙子吃。我要让他们看看，本少爷不只会吃。哎，就做东坡肉吧。我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吃的菜就是东坡肉，能让他们尝尝本公子亲手做的东坡肉是什么味道。第一步，切块，要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。啊！这刀怎么不听话？笨死了！来，手要稳，刀要垂直落下，受力要均匀。娘子身上好香啊！啊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学会了。学会了就第二步，焯水。第三步，炒糖色。娘子，你先尝尝。肉质软糯，咸甜适中，虽比不上我做的，但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还行，没把厨房烧了，算是成功了。真好吃啊！原来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让别人喜欢，是这么有成就感，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寒食过烟雨笑，不夜后正好，又是一年彩霞世界暖阳照。萧一恒，怎么了？我觉得吧，你虽有极致，但根基不稳，长此以往，如再遇上袁绍安那种老谋深算之辈，很难有胜算。所以从今日起，你的玩乐时间没了啊！那我干什么？我亲自教你学识。至于武艺，我想老侯爷应该很乐意亲自教导你。你教我？你一个女人家的，我能教你书本上没有的道理。你要不信可以不学。如果不学，会怎么样？不学的话，什么鸡翅膀啊、水晶糕啊，通通没有了。我学，
我学还不行吗？先生在上，请受学生一拜。好，哈哈哈哈！犬子完略，往后就有劳锦绣你多费心了。好孩子，为了我们侯府，为了恒儿，费这份心，真是。爹，娘，好孩子，快起来。儿媳向二老保证，定不负所望，与夫君一起内安家宅，外御强敌，共同维护我们应北侯府的荣耀。应北侯府的男人必须是文武双全。扎马步1个时辰。1个时辰，爹会死人的。爹，我这儿呢有一擀面杖，打起人来啊又响又不伤筋骨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试试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！父亲大人，饶命啊！我们脚下的土地啊，并非天圆地方，而是像这冬瓜一样，是个球球。球？那我们岂不是会掉下去？你看啊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将我们牢牢地吸附在这个球上。当我们围着太阳转的时候呢，就有了四季更替；当我们自己转，就有了白昼和黑夜。还有啊，就像这料汁一样，遇冷则凝，遇热则化，就像天上的云，遇冷成雨，遇热成气。所以说，这世间万物呀，都有它运行的规律和道理。我娘子上知天文地理，下入厅堂厨房，真是厉害。好啊，恒儿的招式里不仅有勇，更有谋了，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只知道横冲直撞的莽夫了。好小子，总算没有把我这张老脸丢尽啊！咱们萧家的男儿是在保家卫国，这个虎符代表的是30万将士的性命，是北境千万百姓的安危，更是我大仓的国门。顾崽子，今天在太后娘娘的见证之下，这担子我便交给你，你敢接吗？爹，儿臣萧夜航在此立誓，人在，北境在，人在，大仓在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，好啊！奉天承运，兹有苏氏锦绣，乃朕失散多年的皇妹，品性高洁，德才兼备，今特恢复其踪籍，册为锦仪公主。谢皇兄隆恩。谢母后厚爱。
娘子，我们到家了。人呢？袁绍安，果然是你。公主殿下，别来无恙。没想到你们还挺厉害，查到了些蛛丝马迹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你们的命和定北侯府的兵权，我全都要。少安，你放了他！可以，拿你爹留给你的兵符来换。扔过来！你先放了。萧叶恒，你还是太嫩了，今天你们俩都要死在这儿。袁绍安，你可知你拿到的那枚符是假的？来人，将平西王府逆党给朕一网打尽！怎么回事？吉时都快过了，小侯爷人呢？不会是又出什么岔子了吧？这孩子真是跑哪儿去了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是啊，这个萧叶恒，这个时候搞什么？来了来了！娘子，让你久等了。娘子，让你久等了。我听说成婚要送9彩礼，我想着我们的缘分是从美食开始的，所以我偷偷买下了珍馐楼，特意为你做了这件独一无二的9层甜蜜饯，寓意我们就这么长长久久、甜甜蜜蜜下去。你这个傻子！吉时已到，夫妻对拜。吉时已到，夫妻对拜。想让我和你对拜，先叫声姐来听听。别闹了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姐，拜。这酸甜苦辣咸，乃人生5味。往后余生漫漫长路，你可愿与我一同品尝？昨夜角楼有东风，春心泛秋意上心头。恰似故人远来载乡愁。今夜月稀烟朦胧，一声叹意难忘星空。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。轻轻叹，奈人轻轻唱离愁。洗尽铅华中，旧人懵懂。娘子，无论今后是什么滋味，我萧叶恒
都愿与你共度一生，永不分离。我也愿与你共度一生，永不分离。相公。看红尘，繁华似人间，灯火袭人几人，手中红线姻缘，何时现？薄雾笑雨润如烟，淡妆华放眼中间。